职场宫斗超恐怖，陈哥一句话破解。整个方案写好了，然后那个同事就说：“我帮你检查，你好辛苦哦。”大概不到10分钟，发 email 出来给主管说：“哦，这个计划我完成了。”他好意思哎，没有被看破啊。主管不太管这些事情。没错，他就喜欢2个会一直竞争，一直竞争啊。就是对。这群人私下真面目，木星差点说溜嘴。他事情忙完，他可以回家，可是他就默默的陪在我身边。半夜12点、1点这种时间就是要睡觉。医生怎么没留？哇，你真的是哇塞！你这样子，我觉得好奇问一下，我觉得你问得很好。他会。很复古吧？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，你们好。晚安，陈哥。没有。你主持过这么多节目哈，对于你来说啊，要成为你的好搭档、好同事，要有什么条件？那可能是像奶哥那样的啊，默契十足的。对。哎，或者像卓文萱那样的，甜美可爱又会下厨的啊，或者不然就是像蔡尚华那样知心又有气质的。对。还有，就最近那个大配反应还蛮快的，哎，跟我越来越合喽。大概就差不多这样吧。那我呢？对哦。对。还有你，对，还有你。像这样长得素素的，其实也是不错的。素素的。我只听过素素叫，我没有听过素素的。你可以形容我是一块璞玉，但你不要说我是朴素。你是不是稍微敏感了一点？敏感。今天晚上邀请到4位来宾，他们跟我一样，也碰到过奇奇怪怪的同事搭档，有多么离奇又荒谬，我们欢迎他们出场。来，介绍第一位。首先欢迎阿本。欢迎关韶文。欢迎秀秀子。秀秀子。欢迎木星。疯女人。欢迎星座专家白宇老师。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。其实职场如战场。环境的演艺工作呢，待到现在，应该。关关有换过别的工作吗？他从记者现在做补习班，后来当记者。你做过补习班？对。补习班什么？打电话招生的业务，问他要不要来缴学费。call center 啊。嘿。木星做过什么？剧场技术幕后。你有做过技术幕后？对啊，他剧场出身的。对啊，我还有帮你推过布景过。哇！你跟他空间很小。你跟雅演的那部舞台剧。冒牌天使？不是啦。对啊，我跟赖雅妍演过那个啊。是吗？对啊。白玉就没做过别的工作了吧？有啊，金融业、科技业，我是整个跨行业的。然后现在身心灵也有新媒体，然后也来我们节目。的好哇，哎呦，大哦。对，那政治派系啊都略见过。哎呦，秀秀子没做过什么别的了吧？都是像游泳教练，我之前是教游泳的，对，游泳教练，然后瑜伽老师、皮拉提斯老师，我都是当老师的。好厉害！哎呦，厉害！想不到大家搞了半还是阿本最单纯啊。这才多嘞。对啊，我真的也做过很多咖啡厅，然后工读生发传单，然后我又做了8年的幕后制作公司，当了11年的艺人。哇，哎呦，很厉害哎。不同的职场有不同的学问，真的，对吧？职场到处都是坑。哎呦，跌倒了，遇到这样的同事，心好累。好，有多累？1到5分有多累？来，1到5分，最累是5分。有多累？要分享这个有多累？5分，好，这么高，5分，我们客气了。关你这么少啊？因为我后来发现分数基本上可以先讲。他那个饮料都已经放在布景后面了，等下去后面喝。好，我们今天分数高的先讲。我先听木星的，你完蛋了。你还是得等呢。还雷同事是不是？对，来，我的雷同事就是不懂装懂，乱开支票。是真的实体的支票吗？不是啦，我也以为。不懂装懂什么意思？
就是以前我在群人刚开始加入群人的时候，我也是要帮忙处理一些人事。然后像那时候就是我们有遇到一个就是我们要找那个业务窗口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履历，哇，写得非常的好，就是他认识很多前辈啊，然后也认识很多品牌啊，然后就觉得这个加入我们之后应该会非常的棒这样子。加入以后发现，他什么都不会，就他原本那些履历，我们后来问人，那个都是碰红就是做漂亮而已，对。是骗的吗？还是说他只是参与，他并没有真的执行？对他应该就是有参与过或者知道，那他就把它写在自己的履历经验里面。然后像之前就是他会去跟客户就是开会啊，然后他就会跟客户就是开空头支票。我记得有一次是。那个场景是要就是现代科技未来感，可是这种场景就是要非常的砸钱，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有点困难。可是他就跟客户说可以，我们做得到，然后他就签约了，然后回来跟我们说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就说这么不用先知会你们吗？对，他就自己先斩后奏。可是对我们而言，这都是金钱、时间、人力，然后如果要做的话，其实我们没办法，这是超过预算的事情。对，会崩 bill， 然后可怎么办？签约了。也只能硬着头皮帮他擦屁股做下去，不然没办法。对，哇，这个好气人。这是很雷。夸张的是，他就是会拿我们公司一些就是别的品牌会进来的公关品，他会自己拿，手脚不干净，手脚不干净。但有时候他也会打电话跟客户说，可不可以就是再来个2份公关品这样子。就是会另外再要，是根本没到你们手上，而且你们也没帮忙发或宣传，他们就觉得你们机车，东西就先飞走了。对啊，因为有时候他就说那个是展荣、展瑞要的、木星要的，可是他就没有帮忙宣传，那公关公司就觉得我们白白浪费钱。然后东西公关品就这样不翼而飞。然后我觉得更夸张的是，他就是我听说啦，他还是会讲着我们群人的名号，然后去接工作这样。一定会的，他靠了以前那些讲的掰出来的那些头衔争取到这份工作，然后不能用这群人拿去争取别的吗？你们只是个跳板而已，只是跳板。哇，真的吃里扒外耶！哎呦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遇到就是遇到了这样，就在这边祝他身体健康。这样你们讲出来，他还在业界吗？我其实也没联系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清楚了。你要多加一个祝他出入平安。真的哇！像这种会偷东西的，他是偷你们公关品吗？我有碰过同事是偷我的一些常年累积下来的一些 know how。因为以前我在制作公司做一些科技啦、多媒体的秀跟演出，那个同事就是讲，就是他新进来之后，那我就不藏私嘛，因为我真的很希望说，我可以带了一个新的人进来，那我就可以比较轻松，我们就可以大家团队一起努力做。所以他在问我一些有科技秀的内容，我都很快跟他讲说，我还做 PPT 给他，就说什么规格，用什么样的东西做，然后什么样的流程，全部给他之後2个禮拜之后，有一天主管就叫我去会议室，我进去他也坐在里面。然后他们就开了我的那个简报啦，我的预算表，然后他就说，我们好像发现说你之前的案子有一些费用有点浪费，我就想说，那个整个是我去国外，这事情怎么会有人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这样讲，我很认真做，我正想回答，吓到就是你啊，那个同事很眼熟眼熟的，所以我真的没有浪费，我们都是实实在在做，收益都是30%以上这样。但我知道问题在哪里，就是我把所有的 know how 跟他讲之后，譬如说简单讲哈 ，truss 架哈，那个有时候演出有那个铁架嘛 ，truss 架。那我譬如说我报的可能是黑色的 truss 架，然后比较高规格的。那他就去问那个 truss 架厂商说有没有比较便宜的？那当然有比较便宜的，那他就弄了一个银色的或者是200的。那他用比较便宜的时候，其实会出问题，因为那个多媒体的东西，你可能太重，承重不行，然后或者是你在台下看说，那银色的 truss 架就跑出来，所以他不知道这些东西，他就只是单纯去问每一个 know how 的一些小秘诀的东西，去问单独的厂商，把那个报价凑起来，主管就觉得好像是我浪费钱，你福报了，所以我就要去花很多的力气去解释说，这个案子为什么我会愿意，这算不算某种冲康啊？就是冲康啊，是啊。所以他把我知道都学走之后，然后还冲康我就觉得哇，这个真的很糟糕。你有去找他对质吗？我有找到对质，但是真正这种厉害的人，他就是会装可怜。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会害到你，我没有那个意思
我只是为公司好。哇，你就想说，小以大义耶。那个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百口莫辩，因为其实对于主管或老板来说，其实他们就是看数字为主，因为他比较不会深入到说你那个现场怎么搭台怎么弄规格的差别在。所以有时候你很难，你跟他解释很多，他当然会听，因为你比较资深。可是他多多少少心里会觉得说啊，可是这个也不错，这个新同事也不错哦。而且他打着帮公司省钱的名义，对，你很难跟他，我很难反驳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后来就爬很快。哎呦，所以就我在那里搞了3年，然后认真的自己很实地的去工地啊，去什么舞台搭台去学，他这样很快就爬上来。偷这个字大概放在任何的环境领域里面都没有一个好下场。对，偷笑可能可以。偷笑是不是刚刚在你举2分的时候？听说可以先讲先休息啊！不同了。好，换你讲，你才2分的先讲。好的，自私自利，休假抢第一。这样算是雷同事。我觉得算是蛮可恶的，因为我们以前当记者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要两互相代班，就是反正怎么样就是要有一个人上班，然后其实主管说的他都不管你们，只要那个班表排出来，2个人其中有一个上班就好。可是讲好听是不管，可是讲难听点就是你们怎么样他也不管，他就是要有一个人上班。可是的话，因为我们其实会有一些大日子规定是不能休假，像是圣诞节啊、跨年啊，没有我们娱乐线不管，对，圣诞节、跨年或者是那种比较大型的演唱会的时间都不能休。什么金曲奖？对，金曲奖、金钟奖啊，有什么的，周末这种全部都不能休假。然后呢，可是呢，因为你知道，尤其是12月，大家活动都特别多。然后每一次想说，尤其是因为圣诞节跟跨年永远都是差7天。就是刚好都是礼拜3跟礼拜3，或是礼拜4跟礼拜4嘛，所以呢，如果那天有事情的人就会卡住，例如说我运动课就是礼拜4就不能休假，然后每次一点开想说，今年我想要说至少圣诞节跟跨年选一天吧，一点开那个班表，另外一个同事他就已经在上面写有事。永远都先排好休假，然后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在他前面排休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受理的那个人难道不会分没有，配？那个云端是公开的，就是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云端一公开谁先上，就谁就先抢先赢了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云端公开的第1秒他都知道，就是很奇怪。他如果去抢周杰伦票，应该很一定抢。副业，很快的。你的推敲很合理。对，没有，有可能是我们没有把休假这件事放那么前面，所以我想到要填的时候，再打开那个位置都已经被填好了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好奇怪，怎么办？然后有一次我想说，那不然我请个大概5、6天出去玩，然后我就先看那个班表是空的，我可以买机票了。然后就买完机票，已经确定了，跟朋友都约好，住宿订好了，回去打开那个班表要填的时候，又被写休假了。你的顺序搞错了，你要先填假。这跟春节买票一样，春节买火车票不是也要差1、2秒都不行开的第1天就要弄了。对，我就搞错了，先卡价才能买票，哪有？对，因为我就看它空的，我就决定先买票，然后再回去填。然后我一回去填，就差不到2天的时间呢。你去问一下那个同事嘛。对，结果我就问，我想说好，这次因为我花钱了，我得问清楚到底你休假要干嘛。对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你这天到底是要干嘛？我已经买票。他说完了，他也已经买机票了。哇，变得好像是我比较晚填。晚填晚错。我们2个就跑去找主管说，我们2个这样子都填了那个要买机票的事情怎么办？主管就说不行，你们就2个猜拳决定一个，那看谁去改机票。天哪！我花了3000改机票，哇，还不能休假，然后还要跟朋友再重新叫他们改他们特休时间。烦不烦？然后后来这个人，他真的好爱休假，他每一年他生日的时候会帮自己安排一个生日假，要有12天。生日假，12天呢？好，可是因为你知道现在12连续吗？连续12天，可是你知道举国欢庆的那种，他是日本天皇还是什么？而且到底怎么选都选，我们就根本系统没有生日假，他就是可以写生日假，很奇怪。然后他就是用可以排这种假吗？就是基本上不行，可是他可能我不知道什么，他就是跟主管说他每一年就是要有这个休假这样子。反正总之呢，因为我们1例1休就不能上超过7天嘛，所以呢他在12天里面会有1天他人在国外会帮忙写稿子上班。听起来好像还合理，例如说他休个5天，第6天他在那边上班，所以我们在台湾还是可以那天不用上班。可是就是在那一天会突然发生一个什么事情，例如说某个艺人突然自杀送急诊或什么之类，举例，那我们在台湾的人还是得
冲去那个急诊室跑。就算我那天休假，我也不可能真的休假。变成是因为他人在国外。那你这个同事的工作能力很好吗？还 OK， 就是所以也不能，主管也不能说什么。就是他可能精通多国语言呐，然后很多专访他都是可以第一个访到，争取得到，就是还不错，还不错。然后他请的假又是他该请的，就是他也是用正当休假嘛。对，这什么话？他请假都不该请。不是啊，就有些人会捏造一些病假、事假什么的，当然就是用他的休假。只能说会造成真的是一起上班的人的一些小困扰。这样人缘不会不好吗？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在乎哎。有些人真的不太在乎哎。对啊，他们只在乎向上管理啦。对，把老板弄好，然后 top sales 老板没话讲，对症下药。他没有想要横向发展。对，因为我就是一直横向发展。你有瘦很多了。来，薛柚子来。我这个是我觉得蛮多职场都会有这样的同事，然后因为我是那种蛮在乎同事们之间情绪如何的人，然后我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就是阴晴不定的同事。这没有人喜欢吧？对啊，这种同事，如果他开心的时候，一切都好说啊，今天 OK 没问题啊，那个晴空万里嘛。但是如果他哪一天来的时候，桌子那个包包一放，砰一声就知道，哇，整个办公室的人可能就是要气氛就改了。对，就是马上大家要鸡皮疙瘩。他这么影响大家的情绪啊？就是他是主管。有可能有一点位分在，对对，没有到主管，对对，但是这个可能比较资深 ，OK 好，对，比较资深的前辈这样。然后就我有一次就是就那一段时间蛮常跟他一起搭主持，然后我们在前面在对稿的时候啊，然后他就说跟厂商说没有问题啊，那个轻松，我们现场对就好了。但是就是活动当天的时候，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阵寒气，我就知道今天题目不对了，完蛋了，今天风向要变了。他来就开始看那个稿，就说。这个我原本就觉得这边有问题耶，怎么会这样写？这就不对啊。然后我就说我们当初不是讲好说我们现场在看状况吗？这样，然后他就会说，反正我上去就是要这样讲你们其他自己想办法，这样。哇。对，然后就是我就会开始想办法说怎么办，要配合他这样。所以如果我的工作有跟他搭到的时候，我都会先。就是察言观色一下，就是看他今天状况如何啊，怎么样装 OK 了，就是才可以好好的工作。你是不是很容易受旁人影响？超级，我是非常对，我就希望那个工作场合可以和乐融融的。我就很担心说，今天会不会我讲什么话会让他不开心啊？哇，你这是一个好朋友的典型。可是你这样活得很辛苦，累，都为别人活。有一点，但是说我很难不被别人的情绪影响到。这怎么太辛苦了，我觉得。要不要把自己的视力弄得再瞎一点，或者是什么？眼不见为净。职场宫斗超恐怖，陈哥以一句话破解。整个方案写好了，然后那个同事就说：“我帮你检查，你好辛苦哦。”大概不到10分钟，发 email 出来给主管说：“这个计划我完成了。”他好意思没有被看破啊？主管不太管这些事情。没错，他就喜欢两个会一直竞争啊。对。我很难不被别人的情绪影响到。这怎么办？太辛苦了，我觉得。要不要把自己的视力弄得再瞎一点，或者是什么？眼不见为净，把自己搞成重度散光啊、重度近视啊什么的。其实像马一样的，对啊，就只有这个。像这种是比较感性的人，感性的人就是非常注重对方的自尊心。但是就是有时候太注重对方自尊心，那对方像这位前辈，他又是比较理性的人，他注重的是结果、效率、目标。就对自尊心，他是就事论事，他没有感觉的。这种就是碰到一起真的会相互排斥。我关注你的自尊心，但你根本不关注我的自尊心，你只关注我做了什么事。这个就真的是。可是感性的人是不是双鱼座的会比较明显一点呢？那射手座的，对啊，你射手。因为人的星盘12个星座都守护12个宫位，然后又有不同的行星坐落在不同的星座，所以也许他的金星或者是水星在水象星座。对，或者是他就可能感性起来了。对，如果用星座看，我甚至很难拒绝别人，我很不会拒绝这件事。那难道感性的人要跟感性的人一起共事比较好吗？不见得。我觉得还是要平衡比较好。我也觉得。纯感性的话，两个人哭在一起都没有解决方案，那也很怪。对，我觉得不行。对。这个压力指数爆表，因为这件事刚好就发生在这个棚。是我们的节目吗？因为这个棚平常也有在做一些租借，然后可以拍一些4K 的画面，所以我在做幕后工作，来这里拍过一些4K 的影片。然后呢，
就是发生这件事情，投机取巧，这个邀功大这王。全世界最雷的。因为我觉得他的确教会我一件事情，就真的向上管理很重要。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棚发生，因为那天拍摄嘛，然后拍4K 的东西压力都很大，因为那个棚租啦、设备啦、演员啦，以秒计费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这个费用很高，我们一定要在那一天把所有东西拍完。然后当天早上就已经出了一个状况，就是灯光有一点问题，就灯不够。当天已经处理的焦头烂额，然后那个人就没出现这样。我想说他也是，因为我是 PM， 可是他跟我们是算双 PM 这样，因为那个案子太大了。所以就一起做 PM 就是专案管理的，对，专案经理。然后所以他那一天他就没来，然后可我没空管他，我也没空 cue 他或问他，因为我就赶紧在处理现场的事情。处理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出现了，就是刚好处理好的时候他就出现了，好巧哦。然后来的时候他就说，状况怎么样？我说刚刚原本灯怎么样？所以我们预算还好，那时候有多抓，所以还在预算内。然后就跟他讲完之后，我就开始忙拍摄的东西，大概不到10分钟，主管到了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你抓很准哎，可是我完全没有空管，然后只瞄到说，主管来，我本来想去跟主管报告一下，可是我就看他上去，我就让他去报告。然后后来我就有同事在旁边就听到他跟主管说，哇，今天其实被那边有出一些状况，然后我赶紧帮忙处理好了。然后处理好之后，现在都很顺利，而且那个主管我跟你讲，我们都在预算内。然后这个人是你的同事还是你的小主管？不是我主管，同事，他们都是 PM 哎，对。所以那一次完之后，我就很提防这个人，然后我才开始回想以前的很多案子，为什么每次就是会议上，因为明明我做最多，可是主管都会说啊，那个谁做的还不错啊，我们大家有一些想要学习可以跟他学。我想为什么都没有讲我？我以为我还不够努力，那我那种会自省的人，就跟你一样，情绪价值给好给满，我还让你自己反省呢。人家没有称赞我，我还自己反省说是不是我做不好？所以真的是哇，小媳妇还是什么的，我觉得人不能这样，该站出来就要站出来。对啊，所以我那时候还会自己反省，然后后来因为那件事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他都在背后就是邀功，然后他为什么那个 timing 来？因为他知道主管那时候要来啊，他怎么知道？因为他就是跟主管、秘书啊什么那些都也熟，他向上管理的很好。而且有一次是我跟另外一个企划感情很好，然后他也是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因为他企划写好了，整个方案写好了，然后那个同事就说：“我帮你检查，你好辛苦哦，辛苦了。”然后他帮他把档案拿去检查完之后嘛，大概不到10分钟，发 email 出来嘞。然后 CC 所有人这样，就是转发给所有人，然后发 email 出来给主管说，这个计划我完成了，他好意思心机鬼，怎么所以那个计划就变成是他的手脚没有被看破啊。因为我们都是那种个性的人，就是那个计划也不会跑去跟主管说，他偷我什么，因为主管没有听这些啊，他只要看成果，他就看成果。我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从基层又做到主管的那个位阶的心态，我后来懂为什么主管不太管这些事情。为什么？就当我有一天自己做到主管的时候，对我来说，有人愿意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让我很知道下面的情况，有人愿意为了赢过他去争取表现。对于主管来说，你们都会很拼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。没错。所以以主管的心态的时候，那些同事之间的争吵很微妙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现在我们自己还是基层的人的时候，就要很巧妙的知道主管什么时候想要知道什么，你才不会变成那个讨人厌、好像一直在抱怨的人。所以同事之间除了互相扶持之外，还有一种就是恐怖平衡哦。对，很多主管喜欢玩恐怖平衡，主管最喜欢这样了。主管最喜欢，他就喜欢2个会一直竞争啊，他会一直称赞其中一个，他的总业绩才会变高啊。似乎是这样子。好像那个是什么鲶鱼效应吗？对，其实我小时候18岁我就发现这件事了。这么早？因为我以前在补习班打工啊，有一个很讨厌的同事，就会一直偷拿别的年级的书送给那个学生家长。然后呢，有一年他长大了之后他就离职了。然后那一年开始，我的业绩剩1半，因为我没有敌人了。就是我再也不想要认真上班了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原来主管很喜欢我们讲一直斗，然后2个业绩都会变很高，然后主管就是坐拥那个成绩，哇，我们今年业绩超好，他就渔翁得利了。他走了以后，你的业绩就不好。我业绩突然变，有没有可能你本来就是好逸恶劳？没有，我本来就是1、2名。
我说有没有可能啊？没有，我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。虽然我剩一半，可是后面的都追不上来，我就自己也不想往前了。对嘛？所以我才说发现有没有可能是这样的人？我觉得陈哥很适合当你主管，因为你这样一句，他就会很认真的那个。对啊，我检讨。自省。好，我们现在请了这个白瑜啊，白瑜老师是来把这个职场最雷的队友排行前3名。来，星座告诉大家。对，雷队友不可避免。如果像关关讲的这种良性竞争，有良性的压力是好的，但有些压力直接是压垮公司的基层。大家参考太阳上升，参考一下啊，参考。对，太阳上升和月亮，或者是这好重要。对，或者某个特质。太阳上升月亮有一些特质啊。对。第3名天秤座。哎呦。他的小事情就是一直犹豫不决，很多想法，然后发散出去之后又收不回来。优柔寡断的吗？没错，然后想法又多，你就一直接他，就把整个团队都弄乱了。其实天秤座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他在每一个选项里面都能找到里面的优势。但重点是他有没有经验，有没有杀伐果决的这个能力。对，就是这个天秤也有努力的空间。好，第3名，第2名，嘿。射手座上榜，就是有点随性。如果没有经验，或者是对这件事情没有热情、没兴趣，或者说啊你做就好啦，你都讲那么多不关我的事啊，这种状况下责任感就放掉了，就随便啦，你爱怎样怎样。所以他是以好玩为主吗？他其实负责任的时候，他不仅会玩，而且在玩里面找到灵感、创意和很多人想不到的。前提是他对这件事有兴趣。没错，还有就是合作的人不会跟他针锋相对，不会跟他抢资源、抢朋友，给他空间发挥。没错，就是有点小叛逆。对，如果这个人如果跟我就是说啊，你也会说，那交给你啊，你不需要我啊，好啊。对我没有兴趣的事情，我就会把它拖到最后一刻才做，然后就是随便做。我回去会把你赖封锁。原来室友只是一个责任感低的人。没有，老师救我。同事关系合不合，竟然跟住哪里有关系？人生第一次要全身精油按摩，我手机拿起来就看，哇，未接来电居然有300多通哎！吓死人了！我打给我主管说我手机坏了，然后他就说没关系，今天那个你另外一个休假的同事已经都帮你问好了。我就发现哇，原来台北人跟蛮适合当同事的。原来室友只是一个责任感低的人。没有，老师救我。他不讲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不是这样的，他是性情中人。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？他可以把这个推给是老师影响他的，因为他太容易受人影响了。我错了。他为什么会责任感低呢？这是水瓶座，很调皮。就是每个星座、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喜欢，或者说你就不关我的事，不让我做任何决定，我就不喜欢。其实它是一个特质，每个人都有。但是射手比较勇敢，他毕竟是火象星座，就是你不喜欢我，你不在意我，不重视我，我说的你都不听好嘛？那你自己来啊，就是有点请你来啊。对，他就比有火象一点。好，职场雷队友的第1名星座是，大家不要伤心，但是双鱼座有吗？没有上榜，没有。那双鱼座他就是如果有一些点让他觉得说啊，我有点难过，他会有点情绪大过于专业，因为情绪这件事情会有那种前额叶的那种劫夺状况，就是我有情绪的时候，我不能理性思考。OK， 太 emo 了 ，emo，对，所以在不能思考状况下，越专业的事情，双鱼越不给力，他就宕机了，宕机。我一个同事就是这样，宕机哦，没有，他最怕2个事情，第一个事情就是有 deadline。他如果一有 deadline 的时候，他就给自己压力。他明明做企划、做方案做超好，可是他一知道说我明天几点要交，他就开始会慌。然后接下来第2个怕是你不能催他，你一催他，他就会进入刚刚那个状态，他就突然停下来。哎，我就想说继续做就好啦，他就是会停下来。所以就要很注意跟他沟通的技巧，不然他就真的会死当在那里。那如果我反推呢？如果反推就是我如果把这个人的情绪搞好了。他就觉得他所向无敌，什么都做得到嘛。对，没错。其实他很聪明，很有创造力，很 creative。你这块板子明年还可以用吧？还可以终身受用。
往上。我必须说，它是一个工具，我们要知道是它的特质，每个人都会发生。对啊，对，每个人都会发生。然后怎么样去正确的使用它，发挥它的长才。所以这个牌子、这个星座的对人、对职场的影响，不会因为蛇年、马年、羊年的差别。不会，个性嘛，人的个性就是这样构造成的，对吧？它是铲子，它就适合炒菜，你不能叫它去钉墙啊，对吧？对啊，钉完它也坏了。你觉得他这例子举得好不好？举得很好，我要救他，不然工具。好，谢谢第一阶段的分享。现在第2个环节。天大的好福气，让我遇到这么棒的同事。这是让人最爽的一件事情，睡觉都会笑的事情。你会发现事半功倍，是1+1大于2，如虎添翼，漂亮，如鱼得水，如雷贯耳，如履薄冰，如假包换，如坐针毡，如来神掌。如果还要再录8小时，如你所愿，千万不要。天大的好福气，怎么遇到这么好的同事？有多好？1到5分，请举手。有多好？这么好？5分、4分，哇！你在是有策略性的举手吗？没有。太偷瞄了，先看偏偏不让你先讲。还特略性，各位先来。略性。反正这也是我当记者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啦。因为其实虽然说我们每一天可能都要写个8篇、10篇新闻，写完之后感觉好像可以下班了，可是其实下班之后，如果这个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还是得处理，就对了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因为其实我是很喜欢去脚底按摩的人，然后呢就脚底按摩之后，那天那个店家就有特价，他就说我们今天如果加50块可以变成全身精油按摩。我就想说这么好，不加白不加啊，而且是全身的哎，我就立刻人生第一次要全身精油按摩，然后呢手机什么的就都放旁边，然后就哇睡了一觉醒来，哇整个那个精气神都回来了，然后就我一拿起来我手机的时候发现天哪，未接来电，你睡2天了？没有，还有刚好开24小时，还真的不会感人呢，昏迷了吗？舒服呢。反正手机拿起来就看，哇，未接来电居然有300多通哎，我说吓死人了，出事了。反正当时其实好像是5月天的石头的老婆生小孩，其实是一个喜事啦。可其实我们公司的人当然会从网络上的发文去抓一些图片啊、写啊，可是我们需要知道唱片公司的第一手的回应，例如说什么小孩的那个昵称啊、奶名啊，对，或者什么有没有掌印的照片呐，或者是什么母子均安啊，类似这种。反正我们公司的人一直在等我去问唱片公司回应。反正那300多通就是我都没有接到，可是我也不能说我刚在精油按摩。那你能说你在哪里呢？我打给我主管说我手机坏了，我刚刚手机坏，我现在才修好，怎么办？这样子，我就说抱歉，然后所以我就立刻要所有人要联络，我再打去那个唱片公司联络一次的时候，他就说没关系，今天那个你另外一个休假的同事已经都帮你问好了，然后他已经最快时间帮我把那些资讯再丢给公司的人，然后他们新人常常填那个生日假那个吗？不是，另外一个，不然他人也太好了吧？有没有注意到他会记仇哦？我们都忘记了，你看。会记仇。反正总之就虽然说我自己好像为出包，可是他居然在他发现我已经联络不上的时候，所有事情都联络好，然后呢都帮我跟公司的人都补好所有的资讯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真的太好了。这群人私下真面目，木星差点说溜嘴。他事情忙完，他可以回家，可是他就默默的陪在我身边。半夜12点、1点这种时间就是要睡觉。医生怎么没留？哇，你真的是哇塞！你这样子，我好奇问一下，我觉得你问得很好。他会。他发现我已经联络不上的时候，所有事情都联络好，然后呢都帮我跟公司的人都补好所有的资讯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真的太好了，因为她是来自那个屏东的小女孩这样子，又是我们屏东的，哎呀，我们屏东的乡亲，对，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，有时候因为不能全部都休假，例如说如果他休除夕、初一、初二。初3就得有人去上班，对啊，因为过年的时候，像是那种费玉清啊、詹雅雯啊，很喜欢在小巨蛋开演唱会。过年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就长辈们刚好最有空，
所以只要初三刚拿到钱，初三他们开演唱会，我们就得上班。就是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必须要一直协调谁初二、初三就愿意上班。后来我就想说，好吧，因为如果过年出去玩，其实也比较贵，然后我们就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平衡，就是我就让这个屏东的同事一口气回去乡下休个10几天，然后初二、初三我就开始狂上班。因为变成是我刚好在台北，至少我白天没事，我跟我家人吃完饭，我大概4、5点就跑去小巨蛋上班，所以变成是我后面他回来上班，初6出去上班之后，我就休到元宵节那边，至少我那边买机票也比较便宜啊什么的，我就发现哇，原来台北人跟屏东人蛮适合当同事的，很好哎，因为刚好过年也不用返乡啦。对的，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南北搭配，工作不累嘛，通常是男女搭配喽，对吧？对嘛？我跟你说，其实工作里面最累的啊，就是中间的那里，因为你要对上，然后你要对下，啊，对上面的压力，下面人不会懂，啊，下面人对上面不理解，上面觉得你要处理，所以中间那个位置是那段时间我觉得最辛苦的时候，所以有时候要交一些很完整的结案报告啦、方案啦，譬如说我就会指派给不同的部门的同事去处理给我，然后他们就会轮流就是把 PPT 简报啦、预算啊，然后整理给我，那我通常都全部要再过一次。所以我就只找了另外一个同事说，你帮我做一件事情就好，你帮我 check 有没有给对东西就好，有没有齐全就好。然后我就去忙另外一个案子的结案跟这个案子的预算的东西，然后就弄到很晚，已经晚上10点多还在弄。后来我就弄一弄，快弄完的时候，我就看我的信箱，咚有一个邮件出来，我就看那个同事，他就说哦，就是他已经帮我都确认好了，就是。所有人都有交齐了，因为我只看那个，我没有把它点开看，我只看前面的那个主旨而已。那我就想，哦好 ，OK， 然后我就再弄，我再弄到11、12点左右晚上哦，然后我才想说，好，那我可以来把这些全部整合在一起了。那个整合其实很花力气，因为大概还是要再花个1、2个小时，然后我才点开他给我看的他传给我那个邮件。结果一点开来，我只看到主旨嘛，他说他都帮我 check 好，东西都好了，我没有看到下面还写了一行，哦，好酷哦，很感动。因为你晚上很累的时候，你觉得有一个同事愿意这样帮你，真的会觉得很暖。他下面那一行就说，而且我帮你全部统整好了，格式全部都弄好，你只要把他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他说：“你只要把你的预算的表放在哪里，第几页，这个案子就完成了。哇，省了好多时间，很暖。你不需要准备成分，你只要填空就可以。我只要填进去就好了。那你当那种因为小主管是最尴尬，因为你是本来是同辈，突然我变你的主管，所以我通常不太好意思说，你给我去做什么，你给我做什么，我们都一起努力过来的嘛，所以你总是客气气的说。”你给我什么，我来整理就好。你给我什么来整理就好，是在那个尴尬的阶段，所以有人愿意，因为你已经变得比他高的位阶，他还愿意支持你，那个是哇，很暖的。这可以记一辈子哎，真的。那必须你做人成功，否则会帮你我随便你。要不然就是他可以从这边得到什么好处？我觉得以前就是革命情感，所以他就觉得愿意这样做。这好感人哦。蛮好，这非常好。不知道男生看法跟女生看法会不会不一样？就是我刚加入这群的时候，我是都在做美术的部分，可是刚开始加入，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很像无头苍蝇，不知道从何开始。比如说要找场景，因为我们有时候场景要很特殊，比如说要三合院呐，对，或宝莱坞场景，那这种东西我才刚开始进去，我要从何找？然后董仔就是我的好姐妹董仔，她当时是制片，她就会问我说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，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场景要怎么找，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，然后她就马上丢一大堆那种网址，就是各场景的网址的资料给我，她说你从这里面看，她怎么有这么多资料？就不知道啊，但是在她来以前是她在做啊，对她可能知道如何下手，但是我是完全不知道。所以我就是靠着他给的那些资料，就真的有成功找到。然后我觉得他还有更好的一点是，因为我以前在做道具的时候，我觉得一个人留在工作室，然后就一个人自己一直做。他其实董仔他可以回家，他事情忙完他可以回家，可是他就默默的陪在我身边，陪着我一起做。他也偷公司的东西的？没有啦，怎么会？就是他即使他对人充满了不信任哈。没有，我在想说，我听了一段时间，想加点效果。保持警戒啦，保持警戒，对，就是他其实可以回家。保持警戒，他讲的就不是我讲的，他讲的。
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但是我就觉得非常的暖，就是他其实真的可以回家，因为真的很累，半夜12点1点这种时间就是要睡觉。医生怎么没留？哇，你真的是哇塞！记者东西拿出来了，很会问，找洞哎。他跟我一起演的那个脱口秀之后，我今天比较不好意思刁他。哦，你这样子，我觉得好奇问一下，我觉得你问的很好。我觉得你问的很刁哦，很刁钻哦，真的是记者。那你可以试着回答他一下吗？他会给一些情绪价值。他说哇，好棒哦，好像哦。很厉害耶。好烦哦，好像哦。因为这个就可以讲到，比如说，因为我们对好像有一次我们群人要制作比较大的 MV， 就是拍那个3个人的 MV， 那时候是展荣、展瑞、英生，我们要帮他拍 MV， 然后由我们这群人幕后团队去拍摄，这样，那是算是非常大规模的，因为我们整个要跑到宜兰去拍摄，可是那也是我第一次加入群人，我第一次要当 leader， 我要带一堆人去做布置，可是其实。我要做这件事情，我是很害怕的，因为以前可能在台北拍摄啊，或哪里拍摄，我都是跟董仔一起，他会在我身边，我就很安心。可是这一次是董仔，他可能要带着一堆人先在 A 场地拍摄，那我可能要到 B 的时候先 setting， 对，要去 setting。可是其实那时候我是很不安的，我很害怕。然后董仔他就跟我说：“木星，相信我，你一定做得到，你可以的。”他就是不仅会给我就是内心的这个鼓励，然后他连外在哦，其实我到下一个场地，我其实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他已经帮我把车子的分配啊、人力的分配，然后还有场地要怎么接洽，哇，这么厉害哦！对，他都先帮我做好。就是那个接洽，所以我只要人到以后，我就认真的把我要执行的东西做好，这样子，就非常给力哦。星座专家也说赞，这个星座最靠得住。哪3种星座来？一辈子哦，这个对，一辈子哦。摩羯座，哎，如果需要钱，如果你跟他又是很好的朋友，你找摩羯姐。为什么？他非常靠得住，是靠得住，靠得住，没错。我只要人到以后，我就认真的把我要执行的东西做好，这样子，就非常给力哦。对，然后这时候阴森他就出现了哦，当我布置好场景后，然后他们叭，他们来了以后，然后阴森看到场景就说：“哇，好漂亮啊！”情绪价值，情绪价值给好给满，这就是我2个很好的姐妹跟好同事。想弄我。他们各司其职哎，蛮好的，对。然后像这个照片，就是我们一起，就是我们其实已经工作到天亮，然后我们一起收工，回到工作室，然后刷牙这样，对，休息。好感情，真的钱都买不到。对啊，然后这是我们一起，就是除了要布置，我们还要一起演，然后这个衣服是我们当时一起去找的这样子，对。我就是最需要这种情绪价值给满的这种同事，他就是会在旁边，哇，好棒哦，就是团队中的柔软剂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对，我就是有这种人在，我就是工作效率就可以翻倍再翻倍这样。对，然后像这种人，通常朋友也特别多，所以像我有一次去中南部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一大群舞者们嘛，要去表演舞蹈表演，然后演出的时候彩排完哦，发现没有问题，后车厢一打开，发现舞衣全部没带，哇，超大众全部对，大家的整包全部对没有带到。然后那位同事就开始打电话啊，就朋友很多的同事开始打电话，就是跟这个舞团借2套，跟那个舞团借3套这样，然后搭出一个很类似的这样子，然后就变成到最后大家竟然可以顺利就是一整套上去表演，就当下很感动，厉害，神救援啊，是靠朋友，真的。真的出来有时候靠朋友哦，朋友如果靠对的话，真的很厉害。对啊，人脉好，顺风顺水，发现做什么事都很容易啊，呼吸都香甜啊。对，来分享一下，神队有排行，又是哪3种星座？来，一辈子哦，这个对，一辈子哦，大家会有一些可能等一下也有出现，大家就没有出现没关系，就是有一样的特质就好了。参考一下太阳上升和月亮哈，太阳上升跟月亮，看一下第3名。金牛座，默默付出，然后他的韧性是满分，就是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是苦力活，什么像木星之前做的那些事情，其实有时候苦力活你要安顿很多人、很多道具，有时候来不及他自己扛。像这种就是默默的，像图像都是这样默默的去完成。
我们要找那个默默付出的，不要找那默默只进不出的。哦，只进不出就讨厌了，对吧？对，但大家觉得说他们吃亏嘛，也不一定。默默付出的人就是我不一定要做大事，对，但是我把小事做好，我很有成就感，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靠得住，我就觉得我很棒。这真的要看个性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第2名。第2名，摩羯座。是不是靠得住？靠得住，没错。是我常常讲，如果需要钱，如果你跟他又是很好的朋友，你找摩羯姐。为什么？他非常靠得住，就是他有时候只要是很好、很信得过的朋友，他有时候是宁愿挖自己一块肉，也要给自己真心的人一块肉。这样会不会太牺牲了？不会，因为他平常做人也很成功，他也会得到大家的帮忙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1名。第1名，来喽。处女座，处女座都是土我们现象星场怎么只上榜1个啊？处女座在很多事情上，你会觉得不是他工作范围或职责范围内的事，但现场如果乱了，或者是有一个人需要补，但是这个人没出现，处女座马上出现，他是那个很棒的替补。但是他自己本职工作也会做好，就不管他其实私底下很爱唠叨啊，这个不行了，他那个东西没有准备好，我怎么弄？但一上场什么都 OK。奶哥。奶哥有这方面的特质。我们每次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可是游戏怎么样比较好玩？然后建议制作单位用现场怎么样设计？位置该怎么摆？人跟机器如何安排？它其实很快啊，有录过节目。注意好多细节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比如说他那个麻将节目，他是人跟人，然后怎么样让观众可以看得一目了然？然后呢就要看一下自己的牌侣牌。是，他就是顺序流程。对啊，很常被骂。对。这个辛苦他已经很在意这个。规定左手右手啦，会拍不到。细节啦，一拿错就会被骂。真的好细节哦，要小心。有很多细节。对，蛮好。今天呢，分享的这些职场的雷队友也好，神队友也好，我觉得都是对我们来说，对观众朋友来说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没有职场这个地方，它维持家里的生计，来维持你自己的一个人的一个社交能力。对，它是个非常重要锻炼自己的一个修行修道场啊。是。当你用真心对待他人的时候，便能赢得他人的信任，而且会主动热忱的分担。像这样的，往往非常容易受到职场同事的敬重。然后这是必然的，对不对？最后还有一个，最后幽默感。这放哪都重要。对，幽默就是无论在生活或是职场中，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润滑剂。在适当的时候用幽默化解紧张的气氛，对，大家可以轻松的工作，也让人很乐于的接近你。祝福我们都成为有幽默又够真诚热情的朋友。对，好了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，谢谢白老师，谢谢白老师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